堪比北溪爆炸案的事件再次发生，这是出给中国的全真模拟题。大家好，我是肖映华。乌克兰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被炸了，目前这一大坝已经决口，乌克兰方面宣布已经有24座村庄遭遇洪水袭击，大约 1.7 万人紧急撤离，7人失踪。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高30米，长 3.2 公里，蓄水量大约180亿立方米，相当于美国犹他州的大盐湖。截至目前，卡霍夫卡水电站已经出现大面积的损伤，一旦抢救不及时，全面决堤，恐怕是下游所有的村庄、城镇都被淹掉，所造成的后果将难以预料。那么再把话说回来，现在大坝被炸了，肯定有人蓄意破坏，到底是谁呢？俄乌双方都拒绝承认，并且互相指责是对方干的，又变成一个罗生门事件。坦白来讲，在我看来，追究这件事是谁做的，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不论是谁做的，都不可能承认。就像当初的北溪管道事件以及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一事一样，最终演变成了罗生门，你指责我，我指责你。基于这种情况，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追究是谁做的，尤其我们中国而言，更像是给中国出了一套全真的模拟题。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当下俄乌冲突所发生的事情，未来只要我国使用非和平手段统一台湾，那么这些情景大概率会在台海危机中上演。一旦我国开启非和平统一进程，那么以美国的态度，百分百将我国踢出美元结算体系，就像现在俄罗斯提出这一体系一样。还有现在如何帮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未来会如何帮助台湾地区制裁中国大陆，甚至下的要更猛更狠一些。战场上惨烈的城市作战，以及坚固永备军事的攻防战，诸如马里乌波尔战役以及巴赫穆特战役等等情景，也会被美国复制到台湾。他们一定会依靠这种战法，试图阻挠我军登岛作战，以及将我军拖入城市巷战。至于那些阴招，比如像破坏北溪管道一样炸掉岛内的核电站，这是否有可能呢？像破坏克里米亚大桥一样炸掉我国的跨海大桥，这是否也有可能呢？甚至像袭击卡霍夫卡水电站一样炸掉我国的三峡大坝，这也是有可能的。很多人可能认为台湾当局以及美国政府没有这个胆子，确实在北溪管道、克里米亚大桥以及卡霍夫卡水电站没有被袭击之前，俄罗斯政府也没有想到这些人胆大包天，所以吃了大亏。现如今有了这么多年前车之鉴的案例，我们是不是认真思考一下，美国有没有这个胆量呢？恐怕未必，因为事实摆在面前，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恐怖袭击都干得出来。我们综上所述，这场俄乌冲突就是俄罗斯用血泪的教训给我们出了一套全真的模拟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美国想要做的事会不择手段。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要拥有极限思维，假如要着手统一，那就得做最坏的打算，公开警告美国，如果胆敢插手统一，中国人民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任何外部势力的干预必将遭到失败。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